炎热夏季已经渐渐远去，凉爽温差大的秋季已经来临。无论新手还是老手，可能心里已经忍不住要买多肉，填满空盆了。老手相信一定有自己买多肉的经验，但是新手朋友可能对于买多肉还是模模糊糊的概念，应该都是看到喜欢的就买，看到便宜的就买，然后不小心就买了很多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新手的心情花花能理解，但是对于买多肉花花还是有些建议要告诉新手，希望你耐心看完，我相信对你会有所帮助，也能让你省钱哦。关于买多肉花花总结了4条经验教训。1. 什么时候买？多肉植物网购的时间在秋季是最好的，一来秋冬季节本来就比较好养护，二来度过夏季的也能算的是小精英了吧，三来春天买的多肉植物往往是秋冬培育的，抗逆性不免差点。四来冬季的话，大部分地区气温偏低，为了防止冻害，所以也不是最好的时机。不过说起秋季，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，具体判断的标准就是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的时候，就是多肉开始恢复的时候，也是多肉入手的时机。2. 哪里买？关于哪里买，对于肉友来说，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，接下来就把线上线下的优缺点对比一下。网上购买的优点是价格相对便宜，购买方便快捷，能节省时间，特别是有机会能买到在普通花鸟市场难以买到的品种。缺点是网上的多肉鱼龙混杂的比较多，而且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有所损害，就算没有损害，拿到后需要有个适应期。线下购买的优点是可以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多肉，所看即所得，也可以随意检查多肉的根系、叶片以及茎秆等的状态。如果自己带着花盆的话，有些友好的店家可以直接上盆，这样不但可以省去买土的钱，还不用缓根。缺点就是不太方便，需要跑去花卉市场或花店比较花时间，价格可能也会有点贵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如果去线下买，一般都会超过预算，买着买着就买多了，因为一看到萌萌的多肉，手就停不下来。3. 挑选多肉。第一，关于品种，不要不管什么品种都认为价格越贵越高档，越珍贵，这样你极有可能多花钱。反之，也不要陷入价格越低越实惠的误区，这样你得到的东西有可能品质、品相很差，还有被骗的可能。正确的方法是多了解市场，多到其他网店或者大棚区看看，做个比较。对于新手来说，一般建议从皮氏的普货入手，比如龙月、子乐、发财树、12卷等等。毕竟缺乏养护经验，买了贵货养不好的话不划算。最后，不建议跟风，看到流行什么买什么。刚出来的流行的品种，一般养护方法还有待研究，一般都不太好养，可以积累经验后再挑战。第二，关于品相，从未养过多肉植物的新手在网购之前，应当尽量了解植物的特点和生长习性，比如要分清实根和实生的区别。实根也叫自根，是指多肉植物嫁接后又落地长出的植物自身的根。实生是指种子繁殖的，杂交后会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优良性状，所以实生的价格比实根要贵很多。关于多肉的大小，首先多肉越大越不容易出问题，一般越大越好养，但是庄子大的也越贵，而且对于新手来说，不一定能把老庄多肉养得好，比如土长、虫害等等。反之，多肉越小越便宜，但是小小的多肉对养护方法是挑战，所以如果你不缺钱的话，从老庄入手也可以。花花建议新手看冠幅，一般的品种冠幅超过5厘米的，综合来看性价比比较好，价格不是很高，苗也不算很小。最后，不建议在网上买贵货。买多肉的时候，无论大的小的，贵的便宜的，一定要选择健康的多肉。健康的多肉根系首先是茂盛的，不过这点有点难判断，可能买回来后才能知道。但是健康的多肉株形周正，叶片之间非常紧密，且叶片饱满光泽非常好。如果多肉植株形不周正，叶片之间的距离比较大，或者叶片干枯皱疤，说明该多肉健康状况不佳。4. 3大类多肉不要买。1. 水桩多肉，多肉植物在温室大棚里培养，通过不断使用水肥的方式，可以让多肉快速的生长，生长速度加快了，便于多肉更早的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，
商家就可以赚取到更多的利润。水肥催长的多肉外表看起来很肥，茎秆也都非常饱满，整体的叶子偏向绿色，同时它的杆子也是绿色的。这样的多肉就是水庄多肉，被水肥催长的多肉，养护难度很高，不太适合我们家中养护。可能看起来状态很好，但到了家里环境不一样了，多肉一定会出问题。2. 群生多肉。多肉群生需要6-7年的时间才能养成，价格通常也比较昂贵，尤其是一些大群生的多肉，外表看起来很漂亮，这样的多肉不建议大家购买，因为只有在温室大棚里才能保持在原有的状态，继续生长。买回家，无论是室内养还是放在室外露养，现有的状态都会发生急剧的改变，叶子是肯定会掉落的，群生的多肉慢慢的也就变成了单颗。3. 组合盆栽。我们经常会看到将各种各样的多肉栽种在一个花盆中，很漂亮。花花不建议买这种多肉，如果买回去就会有很多后续的问题。首先，这些多肉植物很有可能品种不同，导致习性不一样，而习性不一样的多肉植物当然对光照、水分、环境等等的条件都有不一样的要求，而你只能满足一种，日积月累下来，即便都可以存活，也不能都保证保持完美的状态。另外，一般组合盆栽的多肉放入盆栽之前都不会是一株特别好的整株多肉，或者砍头下来的，或者卖不掉的比较多。买多肉你学会了吗？希望花花总结的内容能让你少走弯路，能让你多多省钱。你在买多肉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情吗？欢迎评论区分享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